漂亮的新媳妇推门进屋，立马发现村长不对劲儿了。这里是村长的家，村长喊他来，说是要谈一下落户的事情。可一进屋，村长就变了一副面孔，嬉皮显脸，色眯眯地说：“月娥，坐，炕上坐。”边说着话，边动手拉月娥的胳膊。这件事儿发生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山西某县的一个村子里。这位俊俏的新媳妇名叫崔月娥，结婚2个多月了，户口还没有迁到婆家。今天村长刘皮来得知月娥一个人在家，就喊她到村委会，说是给她办落户手续。走到半路上，刘皮来忽然就说：“哎呀，月娥，瞧我这脑子，那公章和户口册子呀，让我给放家里了。跟我上家，我直接给你办了就得了。”月娥也没多想，便跟着刘皮来到他的家中。可进屋之后，才发现刘皮来的老婆孩子都没在家。月娥觉得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很不方便，正想往外走，没想到刘皮来一改刚才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强行将她按倒在了土炕上。月娥的丈夫名叫张长和，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，非常的乏累，回到家一进院就喊：“月娥，做饭了没？饿死俺了。”要在往常，这时候月娥会马上回答：“做了做了，馋鬼，快先洗手。”可是今天张长和连喊了3遍，都没人应声。说着话，他就走到了屋门口，撩门帘进屋，一看，顿时惊呆了。就见妻子月娥披头散发，衣服不整，满脸泪痕，坐在炕沿上抽抽搭搭的哭呢。“月娥，你这是咋了？咋还哭上了？”听到丈夫这一问，月娥更委屈了，大声哭了起来。“月娥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见张长和急得够呛，月娥这才勉强止住哭声。“村长刘皮来说是要给俺办户口，把俺骗到他家，然后把俺给欺负了。”听到这儿，张长和双拳紧握，瞪大了双眼。“好你个老小子，你欺人太甚，老子跟你拼了！”说完，他一转身走进饭棚子，拎起一把菜刀，怒冲冲直奔刘皮来的家。刘皮来没在家，张长和又跑到村委会，在会议室里找到了刘皮来。原来刘皮来干完坏事，怕张长和找他算账，躲到了村委会，让村里的公安员李麻子陪着他。张长和眼睛都红了，冲上去举刀就砍。刘皮来早都吓尿了，两腿发软，根本就忘了躲闪。这一刀下去，劈头盖脸，不死也是重伤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公安员李麻子飞起一脚，啪，正踢在张长和的手腕子上，当啷一声，菜刀落地。李麻子是个练家子，早年间去过少林寺学艺，跟刘皮来是狼狈为奸，一对坏饼。您想想，这张长和能讨着便宜吗？被臭揍了一顿，鼻青脸肿的回家了。月娥就劝：“我看咱就忍了吧，当家的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人家就是土皇帝，
咱惹不起。张长河想了想，也只能暂时作罢。可真没想到，又是一天下午，刘皮来趁着张长河在地里干活呢，竟然直接跑到他的家里，将独自在家做针线活的月娥又给欺负了。这回张长河打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和妻子的尊严，一纸诉状就告到了县法院。法院非常重视，很快立了案，派人下来调查。可调查之后便没了消息。张长河就到县里去问，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这个案子嘛，正在搜集证据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慢慢研究研究再说。张长河哪里知道，刘皮来有个舅舅在县委当大官，跟法院打了招呼，他这个案子呀已经被偷偷撤掉了。在家等了3个多月，法院那边因空信渺，张长河实在是等不及了，再次来到法院。结果怎么样？当得知他的案子被撤了的时候，张长河火了，用木棍砸了院长办公室的门。最后张长河被以扰乱治安罪和诬告罪2罪并罚，判了3年。出狱之后才知道，这3年当中，妻子月娥一直被刘皮来霸占。张长河这回并没有发怒，而是显得很冷静。他暗中观察，等待时机。终于有一天，机会来了。张长河正在生产队的农田里用铁锹翻地，刘皮来头戴一顶蓝色解放帽，上衣没穿袖子，只是披在肩膀上，嘴里叼着烟卷，溜溜达达经过张长河身边。张长河先是装作低头猫腰干活，见刘皮来走近了，猛地将铁锹举过头顶，斜插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砍在刘皮来的脖子上。再看刘皮来，脖子几乎全断了，要不是还连着点皮，那脑袋就得轱辘到一边去了。枪子里的血咕嘟嘟往外直冒。这时候周围一起劳动的社员们都吓傻了，谁见过这个呀？愣了足有1分钟，大伙这才反应过来，杀人了，村长死了，刘皮来死了。此时的张长河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。人命关天，大伙全不干活了，都在地头上守着。选了3位年长一些的村民，陪着张长河到镇上的派出所自首归案。之后全村300多户村民联名签了血书，到省里上访，要求轻判张长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刘皮来可不是只做霸占崔月娥这一件坏事，全村的社员们早都让他给欺负苦了，被他侮辱过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不在少数。后来省里派下来了调查组，在经过走访取证之后，先是把村里的那个公安员李麻子抓了起来，刘皮来那个舅舅也被立案调查。张长河故意杀人，但事出有因，被害人刘皮来负有一定的责任，加上张长河有自首情节，最后被判入狱8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由于在里面表现良好，张长河服了5年刑，便提前出狱了。回家之后见到月娥，夫妻俩无限感慨，抱头痛哭了一场。第2天，崔月娥陪着丈夫张长河挨家挨户
给乡亲们道谢，谢谢大伙儿联名上访的救命之恩。乡亲们都说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你给咱们村儿出了汗，其实是我们应该感谢你呀，长河。”遗憾的是，在张长河第一次入狱那3年期间，月娥被刘皮来霸占，先后做过5次人流，永久性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后来没办法，两口子就领养了一个女儿，日子过得倒是越来越好。